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马上就要光棍节了，对于单身的男性同胞来说，肯定都想赶紧找个适合自己的女朋友，从此脱离单身苦海。然而，生活中总是有一些男人因为性格或者其他的原因，从而一直单身着。本期大佬就从面相的角度出发，带大家来看看哪些面相的男人最容易打光棍。赶紧看看你有没有以下的面相特征吧。八字眉，斜视眼，下巴削尖且无肉。这类面相的男人判断力比较弱，做事比较浮夸，在19到24岁间，桃花运势较弱，追求异性容易无疾而终。他人大多容易因对方的某些外在条件而拒绝与他们在一起。在感情方面，他们内心会比较矛盾，既自卑又有些高傲，容易高不成低不就，最终孤独一人。他们是属于典型的天煞命格，也就是一生难以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。若是错过32到36岁最佳结婚时间段，则大多会孤独终老，并且老年容易无依无靠，颇为可怜。眉毛散乱，左眼带痣，鼻梁扁平，夫妻宫带疤。这类男人性格内向且自卑，不太擅长与人沟通交流，即便遇到心仪的对象，他们也不会主动追求，容易因此而错失良缘。在感情方面，他们会比较传统，无法接受另一半做出某些出格的表现。一旦发现对方某些与自己设想不一致的举动，他们会认为对方不忠诚，进而与之发生矛盾。比较孤僻的性格容易让他们一直孤苦伶仃。皮肤暗沉无光泽，眼尾下垂且眼睛无神，上嘴唇薄。这类男人的内心比较矛盾，虽然想法不少，但是容易天马行空，最终能够落实到实处的并不多。在事业方面，他们容易遭到领导或是同事的排斥，他们自身的能力也一般，加上人际关系比较差，事业是难以有突破的。硬件条件比较弱的他们，在感情方面容易遭异性的挑剔，而且无论自己如何刻意迎合对方，总难以走到最后，容易孤身一人。三白眼，鼻子歪，舌大口小。这一类男人容易背后道人是非，做事比较技巧，喜欢占他人的便宜。在他人眼中，他们的品行差且喜欢敷衍的人，因此异性缘较弱。在24到28岁之间，他们容易情商不断，而且最终背负不好的名声。在32到34岁之间，倒是有适合的机会可以结婚。若是没有把握好，则大多容易一辈子打光棍，而且晚年是容易老无所依的。目光呆滞，眼神暗淡，耳薄且低，嘴唇发白。这类面相的男人身体比较虚弱，自小体弱多病，是典型的短命相。他们做事拖沓且执行力较弱，事业一生平淡无奇，钱财方面也难以有大收入。他们在感情方面表现得也比较迟钝，难以领悟异性的某些内心想法，容易因此而遭异性的嫌弃。他们大多一生孤独，难以有异性肯陪伴他们。两眉相连，泪淌下陷，气色暗淡，脖颈粗短。有这类面相的男人，内心比较敏感与偏激，容易过度猜疑他人的想法。他们出生条件一般比较差，自小需要背负较大的压力，学历也不会太高，一生比较奔波，付出了却不容易有收获。他们在29到34岁之间，感情容易波折不断，某些过于强势的举动或是敏感的做法，容易让异性觉得他们心里有问题，进而敬而远之，容易因此而一直单身。天庭低窄，皮肤粗糙，气色干枯，口小唇薄。这类男人性格比较愚昧，反应比较迟钝，一般求学运不佳，而且人际关系也比较差，从小容易遭人排斥。
在感情方面，他们会比较自我，而且比较注重肉欲，不注重心灵层次的交流，容易因此而让异性对其存在疑虑。他们在24到29岁期间，容易与不同暧昧对象纠缠不清，但是最终无疾而终。他们的一生是难以遇到好的结婚对象的，极容易孤身一人。鼻头尖而无肉，国字脸，夫妻宫凹陷，下巴歪。这类男人是典型的孤枯命格，一生波折不断，无论在感情还是事业方面都容易遭人算计，而且还容易因为某些小人的诽谤而让自己的声誉受损。在32岁之前，他们难以遇到真心以对的对象，容易付出而无回报，注定一生情路不顺，孤独终老。即便是结婚了，婚姻也大多撑不过3年。颧骨高而无肉，眼神迷离，吹火口，皮肤暗黄。这一类面相的男人比较自私，重肉欲，喜欢与不同异性纠缠不清，但是最终却难以遇到对自己真心喜欢的对象。他们还容易因与已婚对象发生关系而导致自己的情路受阻。在24到29岁间，他们的烂桃花不断，容易因此而让事业财运也受阻。他们是属于典型的烂桃花命格，晚年容易老得孤身一人。苦瓜脸，所谓苦瓜脸面相，即是整个面部呈凹陷状态，不饱满，主要的体现就是太阳穴凹陷、泪膛凹陷、苹果肌和嘴唇下垂。这种面相的整天一副苦瓜脸，阴沉着脸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，仿佛全世界都欠他一样，看起来总是一副特别严肃的样子，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威严。这种人一般心肠比较狠辣，对生活缺乏激情，内心比较的悲观，性格也比较自私，没有生活情趣，对人对己都比较刻薄，所以很少有异性愿意与他们交往，容易打光棍。眼光呆滞，眼睛为心智苗，通过眼神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聪明和内心情感世界。眼睛明亮的人一般比较聪明，为人比较热情，而如果眼光呆滞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对待生活非常的麻木，缺少想法和创新，是一个不懂得浪漫和艺术情怀的人，生活非常的无趣，所以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的话会特别的无聊，所以在感情上不太顺利，容易打光棍。处处高，这里说的处处高是指鼻梁、额头、颧骨等都比较的高凸。鼻梁太高的人一般自尊心比较强，为人心高气傲。额头比较高凸的人一般为人比较有能力，也非常的聪明，对于另一半的要求比较高。颧骨比较高凸的人一般个性比较的霸道和强势，对人对己都比较的尖刻。这种面相的人性格大多比较孤僻，为人比较自私，不懂得为人考虑，容易落得个单身的下场。处处矮，处处矮主要指的是鼻梁塌陷、肩门深凹、耳朵低矮、人中狭窄等状况。鼻梁塌陷低矮的人一般缺乏自信，做事没有主见和魄力。肩门深凹的人一般心胸比较狭窄，缺乏大智慧，目光比较短浅。耳朵低于眉的人一般为人比较自私，做事不理智。人中狭窄的人一般健康方面不太好，喜欢与人斤斤计较。面相五官处处低矮的人一般没有什么上进心，很难吸引到异性的注意力，容易打光棍。相由心生，面相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会随着人的心性而发生改变，只要及时修正自身的缺点和强弱，不好的面相也会发生改变，好运可能也会悄悄的到。玄学中就有所阐述，男人属阳，女人属阴，只有阴阳平衡的人在一起才能和谐相处，一生平安。在生活中，每个女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贴心、经济能力佳且顾家的另一半，但总有人因遇人不淑而惨遭抛弃。今天大佬从相学角度来说，告诉大家哪些面相的男人不能嫁，女人们在择偶时一定要注意。
一、天庭低窄凹陷。天庭代表男人的运程和官路，如果男人的天庭很小，发际几乎挨着眉毛，并且向里边凹陷的男人，做事与看问题就会眼高于顶，眼高手低，眼睛都是向上看，而终无所成，不能踏实务实做事，往往事与愿违，永远得不到理想的目标。这样面相男人恨心较重，不能释怀人生，一生多苦。牙齿过于前凸，牙齿代表肾气，牙齿稀疏的是先天肾气不足，而牙齿过于前凸的男人攻击力强，不达目的无罢休，争吵不认输，没有容人的雅量，一意孤行，令很多女性难以忍受，并且爱东家长西家短的，和这类面相的人结婚很难幸福。耳朵的位置与人品，面相中耳朵的位置如果靠上，说明这个人比较理想化；耳朵的位置比较靠下，说明这个人比较现实。就传统的面相而言，耳朵的位置越高越好，耳高则贵。但我倒认为面相讲究适度，太高太低都不好。判断耳朵高低的标准，上不要超过眉毛的位置，下不要低于嘴巴的位置。低于嘴巴太多，说明这个人过于现实。耳朵太高的人想问题比较不现实，换句话说叫做不靠谱，总是喜欢把事情的结果想得很美好，如果再固执点就很容易碰壁。梦想总是美好的，但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撑，就成为镜花水月了。男人耳朵如果位置太低，先想到的是女方的家世、财产这类的，容易出风险的就是他总会遇到比你更有钱、条件更好的吧？遇到了，然后呢？他更容易受到现实条件的诱惑。耳朵太高的呢，想到的就是很缥缈的感情，觉得有了感情就饿不死了，没有腮骨。那种脸尖尖的男人，首先没有家庭观念，比较爱到处玩，不爱在家。其次呢，没有腮的男人不能吃苦。男人如果不能吃苦，难道当小白领吗？不是富婆的话，还是找点踏实肯干、上进型的男人吧。耳后见腮，耳后见腮，古代叫做反骨，其实就是人的腮帮子太大，超过了脸的边缘。这样的人，首先破坏能力很强，其次隐秘性很强。如果你们的感情出现问题，他会悄悄地把财产转移，然后跟你分手，翻脸无情的那种。他做的事情你还不会发现。感情好的时候什么都好，感情不好了你就要小心。这样的男人蛮横固执，报复心强，记恨心重。所谓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就是这种人一生在追杀你。这种面相心里装的是仇恨。三白眼，三白眼是同人很靠上或者很靠下，看上去三面的眼白很多，故称为三白眼。同人靠上比较厉害的眼睛称为下三白，很靠下的称为上三白。这种眼睛也叫蛇眼，其个性阴险，属于犯罪型眼睛。平时不爱说话，表情温驯，但到厉害关头就会露出本性，做尽各种伤天害理的危险人物。下三白的人虽然喜欢驾驭他人，但重义气，容易坚守原则。上三白的人则对任何事儿都会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的，属于不靠善恶判断，全凭利害关系行动的人。三白眼的男人病根在肝胆，都是过于看重自己，没有为重之心，性格偏执，好杀。三白眼分上三白、下三白，大概的意思是，三白眼的人目的性很强，为了目的不择手段，就是眼睛白多黑少。其实很多人仔细看都有些三白眼，只是三白的不明显。三白眼的人也容易成功，一般不择手段的人当然比有原则的人成功的可能性大啦。而且三白眼的人能坚持到底。三白眼大概在33到35岁，
更容易出现问题。黑眼珠多的人比较善良，少的呢就相反了。不过看相讲究相不独论，也就是说不能只看一个地方就去判断这个人。三白眼的男人容易为了达到目的牺牲身边对他好的人，只是容易，具体的当然要看了，这里只是说的一种倾向性。颧骨高凸横长，颧骨高凸的男人性格霸道挑剔，凡事都不对自己的心，一生追求权势，善于诡辩，奸猾百诈，并且一生多品。因为过于挑剔这个世界，所以一生一路很少。而没有颧骨的男人心性比较阴柔，喜欢告发领导，嘴角上方有痣。嘴角上方有痣的人惰性一般比较大，大多沦为好吃懒做之流。这种男人一般胸无大志，做事也不喜欢动脑筋，整天想着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情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生命就是一场赌博，所以这种人赌性都比较大，为人比较的贪心，容易养成好赌成性的坏毛病，导致钱不留存，容易散财。跟着这样的男人，只有受苦受累的命。面部有三角痣，三角痣是指在面部某个部位临近地方有3颗痣，而这3颗痣又呈三角形之势分布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比较的怪癖，生性比较的多疑，性格多变，让人摸不透，有种无法靠近的感觉。这种人的性格也比较暴躁，不懂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容易有精神分裂的倾向，克妻严重。眼眉和眼尾有痣，眉眼之间的外侧为太阳穴位置，相学中又称夫妻宫。如果眉眼外侧有痣的话，就会形成质压夫妻宫的情况产生。夫妻宫顾名思义，主一个人的婚姻和感情运势。如果眉眼之外有痣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财运不好，会限制妻子的事业，婚姻容易出现第三者，导致婚姻不稳定，离婚几率比较高。那究竟什么样面相的男人天生可靠呢？大佬在此给大家粗略说明一下。印堂宽阔，眉尾下垂，有此面相特征的男人心胸开阔，脾气温和，很疼老婆。在家庭中假如发生矛盾，不管错在何方，其都会主动道歉，不会让矛盾激化。而且这类男人金钱观念淡薄，会将赚来的钱悉数交给老婆掌管，自己只留一点零用钱而已。右眼大，左眼小，这类男人属于怕老婆型的，对待老婆很体贴，也很忍让，只要老婆提出的要求会尽力满足对方。其人对待婚姻也很忠诚，不会在外边做出背叛感情的事情。眼皮多层，泪堂处有痣，这类男人是标准的贤夫良夫型，不但对老婆百依百顺，对自己的孩子也非常宠爱。平时在家里家务活基本上全包，而且从孩子的生活到学习，一切事项全权负责，很少让老婆插手。耳廓不突出，从面相上来说，耳朵的外缘称为轮，内层的软骨叫做廓。耳廓生得不突出的男人个性很随和，家庭观念强，平时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夫妻恩爱、子女绕膝的生活，不爱往外跑。两拳丰隆，骨肉相称，有此面相的男人有很强的责任感，既重视家庭也重视事业。婚后其会扛起家中的经济重担，会为了家庭而赴汤蹈火，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。在相学中被称为出纳官，代表一个人言语、饮食所出纳之处。有老话这么说道：口是祸之门，舌是斩身刀，闭口深藏舌，安身处处牢。今天大佬就和各位分享一下与福祸紧紧相关的口相，哪几种嘴巴的人福气最多，命最好。四字口，出类拔萃。在面相中，所谓的四字口指的是嘴角齐整光洁，并略向上翘起，上下嘴唇方正均匀。
有这种嘴型的人，往往容易在自身所从事的领域中取得不小的成绩。凭着自身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努力，即使是白手起家，也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骄人的业绩。假如能够得到家人的朋友协助，便可在生活上丰衣足食，求名求利。公子口，发达名扬。面相中的公子口指的是上唇如弯刀一样棱角分明、饱满红润，下唇与之对应也是饱满润泽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始终以一种积极年轻的心态来面对一切，乐于开拓进取。一般到了中年，是自身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，假如能够把握机会大干一场，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成功，属于越老越吃香的类型。虎口，德威并济。面相中虎口指的是嘴型宽大，双唇厚实饱满。有这种嘴型的人很讲义气，很注意自身的修养和德行。由于自身的仗义和乐于助人，而交到很多知心的朋友，他们会在工作生活中给予你最有力的帮助，因此容易因贵人和朋友而使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，财富也会随之日进斗金。如能保持这种性格，将来便可成为大富之人。方口，实禄千钟。面相中的方口是名贵之口，主要指的是双唇红润齐整，紧包牙齿，笑不露齿，牙齿雪白光亮。有这种嘴型的人很有口福，喜欢饮食。此外，这类朋友更加适合进入仕途，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得到领导的欣赏和重用。如能积极表现，提升的速度和潜力都很大，并且到中年以后，这种优势会显现得更加明显，属于官途稳中有升的类型。牛口，福寿悠远。面相中的牛口指的是双唇像牛唇一样，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双唇肥厚饱满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从家事而言往往不错，容易得到家人的匡助和支持，因此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此外，这种人做事往往粗中带细，表面上可能无所顾忌，但在真正做事时更容易创出精品，因此得到大家的好评。有这种嘴型的人性格开朗温顺，不易与人产生矛盾冲突，健康运势也正由于心态良好而稳中有升。龙口，诸父簪缨。面相中的龙口指的是双唇宽长尖厚，嘴唇润泽，略向上翘。有这种嘴型的人是权势之人，在年轻时就已经显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，善于统配和管理。到了中年时期，这种能力会随着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而更加明显，因此到中年之后发迹的可能性最高，容易登上领导的岗位，因此权势名声也会随之到来。樱桃口，婚姻幸福。樱桃口对于男性而言并不算好的口相，但对于女性来说就属于绝佳的口相。樱桃口的特征是口圆而小，唇厚而方正，口角向上，唇色鲜艳红如血，牙齿也不可太差，最好是瘤子齿。有这种口相的女子性格温良聪慧，能嫁贵妇，婚姻幸福。唇厚，富贵长寿。一般来讲，人的嘴唇以后者为佳，唇厚之人是富贵长寿之相，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多有造诣。这一类人自我观念比较强，凡事喜欢自己做主，很善于守财，因为这类人很善于倾听，总能从人的言语中获取很多有利的信息，从而加以善用。唇角上扬，贵人多助。一般来讲，这种唇相性格上多是乐观积极、勇于进取之人，属于天生的乐观派，为人亲和力强，富于幽默感，
无论是事业生活还是婚姻，多为平顺，易得贵人相助。这样的人易招贵人，事业和生活都有人帮，且自身能力不凡，所以很容易得财得运。嘴小饱满，天资聪慧。嘴型尖小饱满，双唇红润亮泽，牙齿像石榴一样饱满紧凑。这一类人往往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，善于从不同的领域获取知识，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，成为行业的佼佼者。此外，这种人也很聪慧，凡是能用自己的智慧解决，因而人缘运很好，有利于自身的发展。总的来说口型方正饱满属于好的相位，运势较顺。相反，口型欠安的人运势整体有些崎岖。那哪些口相的人运势欠佳呢？口小鼻大，晚运堪忧。口为水星，鼻子为土星，土克水，终身平凡劳累。60岁运后运势不通，晚运不免有些贫穷。如若口小又嘴尖，嘴唇上翘，唇又黑，终身劳累，工作无成。假使眉眼又带煞者，运势总体有些坎坷。嘴大鼻小，难有所成。嘴属水，鼻居中，五行属土，嘴巴大，然而鼻小的人属水反克土之象，代表此人一生常因言语惹祸，是非多端，且常犯官司之难，尤其不动产方面更是不利，频繁不是买到有问题的房子，就是被套牢。壮年、中年期即使发奋一场，也难有成就。嘴小眼大，脑门宽，先天健康欠安。嘴巴小眼睛大脑门宽的人，先天体质欠安，寿元有损。古代一般很少能过一个甲子。现代医学兴旺，暗示着60岁以后身体健康下滑较快。嘴巴小眼睛小的人胆量小，气魄缺少，嘴巴小的人享用美食的福分少。嘴大眼小，难以长寿。嘴巴大而眼睛小的人，代表此人心口不一，心思虽缜密，却无法表里如一，一生不适合求官或当老板。如在口大不收，眼小无角者，古书上说此人死无葬身之地。不过这可能只是夸大之言，可能是由于口大无收，容易在欲望方面无法节制，造成身体败坏，容易早死。下唇以下有痣，胃气缺少。下唇以下承浆部位有痣，男人此位没有胡须者，脾胃功用欠好，不宜喝酒过量，还需防备水灾。嘴唇下承浆部位平满，61岁运势不畅，易患病或破财。口角有痣，恐有大灾。口角有痣或黑子的人不善言谈，与人交流缺少技巧，很容易发生口角对错，且留意水灾。平常无痰爱吐口水的人，身体代谢功能弱，且日子层次不高，老运欠安。嘴大而小，福禄欠佳。嘴如船，可视为水；耳如木轮，可视为木。嘴巴大但耳朵小且肩薄的人，属水多木漂之格，代表此人一生事业多足，四处飘零，难有成就，欠缺福禄。不过耳虽小但丰厚的人，且轮廓分明，则另当别论。嘴大无棱，难以聚财。嘴巴大却无棱角的，代表此人一生虽会赚钱，却难聚财，且生性喜欢投气，不适合做正当职业。所说的棱者，即口唇外鼓起一圈唇肉。嘴巴尖小，运程受阻。嘴巴尖小撅起来如吹火的人，在古书上被称为吹火口之象。这种人比较尖酸刻薄，说起话来常常能伤害到人，而且毫不留情面，经常得理不饶人。这种人如果说话又多又急，代表会一生破败贫贱。嘴巴小而且头也小的人，代表早年会贫困无依，中年运势也难开，到了晚年也会因为运阻而短命。因为这样，所以这种人本身
也大多比较自卑。嘴小额大，晚景凄凉。嘴巴小额头大的人属于火多水枯之象，这种人聪明机智，但是健康状况不好，跟下属的关系也不好，而且到了中年运程估计会出现不顺，晚年容易孤寂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